今天来分享一个简单的 AutoHotkey 脚本。当我们在使用浏览器浏览网页的时候，如果需要把页面上面的图片给储存起来，不管是使用另存图片，或者是复制图片，或者是复制图片的连结，这个时候通常我们都必须再点击右键功能表，从右键功能表的选单里面来选择要做的一个操作。但是我今天使用了另外一个浏览器的扩充，透过这个扩充就可以使用自己定义的热键，把图片根据自己的需要操作另存图片，或是复制图片，或者是复制图片的链接网址。这个扩充它的按键比较复杂一点，它必须使用了某一个特定的热键，再加上滑鼠的点击。今天就使用 AutoHotkey 的脚本来把它给简化成只要用一个按键。预设我这边使用的是倒引号这一个按键，按了一下倒引号呢，就能够处理刚刚讲的这3个动作。那以下我就来看一下这个 AutoHotkey 的脚本，它的撰写的逻辑是怎么样。我写了一个简单的网页来做功能的展示。首先我们在图片上面点击了我的热键，也就是我的倒引号，我会弹出一个 AutoHotkey 做成的小的一个功能选单。在这个功能选单里面就可以选择用储存图片，或者是复制图片到系统剪贴簿，或者是复制图片的链接的网址。要储存到另外一个档案的话，就点击这个第2个功能，它就会出现另存新档的对话视窗。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再输入档名，把这个档案给储存起来。或者是使用第3个功能，把图片给复制到系统剪贴簿。复制完以后，你可以看到这边会出现一个 copy 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看一下系统剪贴簿，就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已经在剪贴簿里面了。或者是我看一下第4个功能复制图片的链接网址，那它也出现了 copy 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就可以在系统剪贴簿里面看到这个复制的链接的网址了。那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这个脚本能够达成的一个功能。但是很可惜是这个扩充也就是我们必须先安装的这个扩充 Easy to Save Image As。 那我在这边就是把这个热键必须要把这个 Enable Shortcut 给启用起来，并且输入要使用的热键。那我这边分别使用的是 Alt2、Alt3 跟 Alt4。 复制链接网址的话，我就按一下 Alt 跟4，要按着不放，再点击一下，这个时候它的功能才会生效。这个扩充必须在第一次呈现网页的时候才能够发生效用。也就是说，如果我点击过了这个按键，那要再做第2次点击，它就没有办法操作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重整页面，才有办法再做后面的这3个动作。目前只能重新整理以后再来操作，它就会是正常的一个状态。以下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脚本它应该要怎么撰写。同时再介绍一下 Chrome 浏览器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功能如果要把一个链接里面的某一段文字给复制起来，以前我可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这个链接外面空白的地方按下左键，然后往右边拉，然后再复制这个网址，然后再把这个网址给复制到一个系统剪贴簿，再把里面的文字给复制起来。但是其实Chrome 浏览器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不需要用这样子的选取字串的内容从前面或从后面都可以选取，只要按一下 Alt 键，然后把游标移动到你要复制的链接中间的位置以后，再往左边来拖拉就可以了。所以我现在按下 Alt 键了，然后把游标停留在我要复制的位置，然后按下左键不放，右边选取，这样子再按 Ctrl+C 就可以把中间的这一段文字给复制起来了。那这是额外提到的 Chrome 浏览器按下 Alt 跟滑鼠左键可以来选取链接里面的文字的一个方法。这个 AutoHotkey 脚本其实很简单首先我就是把要使用到的滑鼠的坐标给当成是全域的变数，然后后面呢就是来建立这一个功能表。那建立功能表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使用 menu 这个功能，后面指定你功能表的名称，再指定你要操作的一个方法比如说我们是要新增功能选项，所以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就可以加进去1、2、3、4个功能的选项那中间后面这个如果没有
第4个参数的话，它就会增加一个分隔线。只要这样子，我们的功能表就已经制作出来了。要把功能表显示出来的话呢，就是在按了热键以后，这个是热键，倒引号这个热键，然后最后就是使用个 menu 的 show 这个命令就能够把这个功能表给显示起来了。那当我们在点击了倒引号这一个热键的时候，首先要去取得视窗的抬头跟视窗的类别透过这2个类别跟名称，就可以来识别我目前是不是在浏览器里面。但是因为有一些浏览器的一些应用程式是必须排除在操作的倒引号的操作的外面的比如说如果你使用了 Obsidian 或是你使用的 VS Code， 它通通是在浏览器里面操作的因为它的底层其实是浏览器。那这个时候就要把 Obsidian 跟 VS Code 给排除在我们倒引号操作的项目之外，所以我就用这个类别来做辨别。当我的 Windows 的类别是这个 Chrome 底线 widget win 底线1，那这个就是辨识出你现在使用的是 Chrome 浏览器。而且我的标题的抬头就是上面的这个抬头没有 Obsidian 跟 VS Code 的话，才要做后面这个动作。如果现在已经确定就是在一般的浏览器里面了，那首先就是把我目前的滑鼠游标，然后再把功能表给显示起来。那这个时候就看使用者点击的功能表的哪一个项目，因为我上面已经定义了我的处理的程式是这个 menu handler， 因此当我点击了1、2、3、4这几个按键的时候，它就会自动跳到 menu handler 这个程式来做处理。那在这边就使用 A 底线 this menu item 去取得刚刚被触发的功能表的一个项目。那如果是1的话，我们就把滑鼠坐标移动到刚刚储存起来的 X 坐标跟 Y 坐标的位置，先停留了300毫秒，然后再送出要使用的热键。那比如说如果是使用这2另存新档的话，就是送出 Alt 跟2，因为我们是要按下了 Alt 跟2之后再去做点击，因此就要把它写成是类似这样子的方法。Alt 要执行往下点击，2也要往下点击，那这个时候再送出滑鼠左键，左键送完以后呢，再把 Alt 跟2呢给放开，就是使用这样的方法就可以把上述的3个操作分别用 Alt 2、Alt 3跟 Alt 4来做简单的操作了。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 AutoHotkey 的脚本，它可以跟浏览器来做一个互动，可以很简单的就来达成要做的这一些整合的功能了。今天介绍的这个脚本，希望对大家在操作 AutoHotkey 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小小的帮助。如果你觉得我的频道对你在 AutoHotkey 的学习上有注意的话，那请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分享并且按赞，非常谢谢各位。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再见。